那随着大选越来越靠近呢，我想应该有很多人会发现到一些呢失踪多时的政客啊，就是政治人物或者是政党呢，突然之间又非常的活跃起来。Sometimes 你会觉得他们无声无息，那现在呢，你可能会在报纸啦、Facebook 啦、Instagram 啦、TikTok， 甚至在口罩上面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有很多呢，可能你见也没有见过的政党呢，突然之间就有了能见度。比如说，可能有一些人抢着要扶老太太过马路啦，或者是争着跟一些弱势群体来拥抱啦，甚至连别人手中的 baby 也不放过。不过最神奇的是呢，他们都说他们自己是唯一可以救国救民的政党。那你有没有想过，到底马来西亚有多少政党呢？好，让我们荧光笔来跟大家说一说。根据选举委员会的资料呢，截至2022年的10月17号，马来西亚一共有63个为国为民的政党啊，感觉上马来西亚根本是福地，对不对？有那么多政党来为民贡献、为民服务，不过怎么好像没有这样感觉到？当然啦，这63个政党当中呢，有一些是我们已经都认识或是很熟悉的一些主流政党，比如说是国民阵线啦，或者是希望联盟啦。但是今天呢，我们不打算要把焦点放在这两方，因为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政党规模没有那么庞大，但是却可能形成一股足以跟刚刚讲到的这2个政党呢抗衡的第三势力。首先，什么是第三势力呢？第三势力就是国家的2个主要政治力量以外的第3种选择。白话点说呢，如果说你今天吃 burger， 那除了有 McDonald's 国珍或者是 Burger King 西蒙之外呢，你是否有第3个更好又更健康的选择？比如说摩斯汉堡，马来西亚没有。嘿，手头足，来让我讲一点点的历史哈。其实，在2018年以前呢，马来西亚的选举都是以2县制呢为基础的。选民当时候的思路就讲说啊，我要嘛就是集中选票投给国政，让他继续执政。因为保守派呢会觉得说啊，政府不能换，换了会很乱，不然呢就会集中选票投给西蒙，希望呢让国家完成第1次的政党轮替。改革派的想法通常就会是这样，反贪腐，要改革。哪怕那时候呢有更优秀的第3方出现，选民普遍都会 ignore 他们，然后选择去投刚刚讲的这2个大政党。不过经历了2018年政党轮替以及2020年的政变之后呢，马来西亚的政党开始重组，甚至碎片化。有很多的政治人物呢，他们就离开了他们原属的政党去自立门户啦，又或者是非政府组织呢夸别贵吧，看不下去了，自己呢也集结成一股政治力量。当然呢，也有一些是默默耕耘了10几年，却始终得不到选民青睐的小政党，近期也开始获得选民的注意了。因为毕竟呢，大家也学会反思说，以前2选1的投票方式是真的健康吗？我相信呢，今天介绍第三势力呢 ，maybe 会踩到一些政党坚定支持者的地雷哦。你们怎么可以去怂恿大家去支持小政党嘞？小政党选上也做不到事情吗？你们是要分散选票吗？做多吗得哦。你生气之前呢，先听一下我们的解释。其实呢，一个民主的国家，第三势力的存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马来西亚只有2个势力，他们长期就垄断了权力还有主流的论述，国家势必就有非常多的盲点，甚至会各走极端，不是太左就是太右。那么第三势力呢，则是可以扮演着把双方拉回中间的角色，提供更好的第3方案，避免国家2极化的情况发生。例如说，双方都陷在种族跟宗教的议题当中的时候呢，那么第三势力呢，就可以负责去唤醒双方。先不要管第3方有没有被选上，但是社会至少要给他们空间，让他们去提出更实质、更有用的论述。这也是我们现阶段最需要的，同时也是最理想的第三势力。为什么我们会说最理想呢？因为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有时候呢，第三势力的存在也可能会给国家带来灾难。OK， 以下是我们自打脸哦。举个例子，如果第三势力一直没有办法获得选民的青睐，过度绝望的他们呢，就会用更激进的方式去提出更极端或者是更民粹的论述，来吸引选民的注意。因为毕竟呢，有一些小政党确实是由投资分子或者是失意分子或者是侧翼所组成的。因此呢，选民们，尤其是手头族，我们得学会分辨谁才是真正对国家有帮助的第三势力。不是说第三势力就一定是好的 ，OK？ 那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可以做出厘清。这
教你认识第三势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目前市场上面看起来还算是有影响力的第三势力。你们可以从他们政党的理念或者价值当中去分辨一下，他们究竟值不值得大家的支持。毕竟做人没有理想，就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呢？政党如果没有理念，就连咸鱼都不如了。毕竟咸鱼还可以吃，而党没有理想的话，就根本是祸国殃民了。第一个要让大家认识的是马来西亚民主联合阵线，简称 MUDA 或统民党。他们才刚创党2年，这个政党呢是由前部长兼麻坡议员塞沙迪呢所创立的。2020年政变的时候呢，他被土团党开除了党籍，之后他就创立了标榜以青年为主的多元种族政党。他们主打进步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立场是中间偏左，提出的这个论述呢都是比较贴近年轻人以及符合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的想象。党内主要的成员都是青年，毕竟因为他的党名都叫MUDA了嘛，不可能都是老人在领导的呗。不过说到老人呢，就要来认识一下接下来这个党了。祖国斗士党，简称 Perjuang 或斗士党。那目前呢是由熟悉的马哈迪所创立。他跟塞沙迪一样，被土团党开除了党籍之后呢，才来创立这个斗士党。虽然号称自己是马来西亚政党，但是却主打马来民族主义，立场偏右，以捍卫马来族群及伊斯兰的权益为核心。党的首要任务呢，就是这几十年来马哈迪不断 repeat 又 repeat 的解决马来族群的贫困问题，但是不会夺走非马来人的权益。哇！好，接下来呢就是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了，或者是简称 PSM 或社党。这是马来西亚少数呢，或者是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社会主义政党，是典型的左派。相较于前几个以政治人物为首的政党，社党呢可以说是政党的一股清流，因为他们创党至今呢只选出了2名国会议员，但是却依然一步一脚印的把社会主义贯彻到底。他们呢是马来西亚唯一勇于正视国家阶级问题的政党。把种族跟阶级挂钩的马哈迪不算啊。他们呢常年协助城市的平民或者是种植园区的弱势员工。1998年创党开始呢，就一直为劳工争取权益以及成立工会。那坦白说，很多时候呢，他们为社会弱势所付出的努力，并没有为他们带来太多的政治收获，因为他们不像其他政党会很高调的在报章啊、杂志啊，或者是 Facebook 上面去制造话题。他们选择的是默默耕耘，很扎实的走好每一步。而更可贵的是呢，社党除了是捍卫劳工的权益、居住权益、医疗权益，他们也是少数敢于公开反对种族和宗教政治的政党，将公平和正义置于一切之上。坦白说，敢说真话的政党不是太多了。接下来有沙拉越政党联盟。东盟的沙盟某种程度可以说是国家的第三势力，虽然他们在2018年国阵失去联邦政权之后才脱离国阵成立沙盟，但是他们现在呢跟国阵采取一种合作但不加盟的方式，为自己增加谈判筹码。其实在2008年开始呢，沙拉越政党就很常成为朝野拉拢的对象，因为2008年之后的政治常态是西马国阵和西盟的国会议席都很难过半，所以双方呢都非常的积极的需要东马的这个政治力量，只要东马转向，联邦就会垮台，是典型的造王者。不过很遗憾的是，这个看起来有点像第三势力的第三势力，只停留在区域主义，因为除了是沙拉越自主权以外，他们并没有提出更多有理想性的国家政策。也是啦，因为本来就是国政派系超右的，我们也不能够有太多美好的想象。那至于其他呢，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还有很多的政党呢没有办法谈，像是部长祖莱达从公正党跳槽土团党，再跳出来创立的全民党啊，这几年也是突然又活跃起来了。还有历史悠久的人民党、牛头党等等。那反正呢，他们有没有可能会发展成为第三势力，又或者最后会泡沫化，就要看他们在这一次的选举的造化了。最后呢，我们来聊聊独立候选人。经历了青蛙跳槽的这个热潮之后啊，很多人就会开始反思，候选人的素质是不是比政党更重要呢？像这一次就有几个呢值得大家留意的独立候选人，比如说誓不跌国席的李伟康，他直言自己想要透过参选来激励对政治失望的人。如果无党派的人都可以选上，年轻人又怎么可以轻易放弃呢？他最让人瞩目的竞选宣言就是推动议员罢免法，和吉隆坡所迫切需要的市场直选完全是直戳盲点。
点啊。另外还有人权律师 Siti Kasim 所发起由无党派候选人组成的 Gerak Independent 独立行动联盟，他的论点是马来西亚一直都把希望寄托在政党领袖的身上，可是情况却越来越糟糕。所以呢，他们要把拥有民主素养及正确价值观的无党派候选人送入国会，摆脱传统的政党军阀。听起来呢，无党派、无拘束但高素质的候选人才是我们的出路吼。那其实呢，马来西亚向来都有很多的独立人士去参选的，比如说2013年的时候呢，就有多达269位的独立候选人。这次呢，还有女网红高调的竞选嘞。那反正呢，我们就是一个民主社会嘛，只要你愿意付出15000元的这个安贵金，谁都可以参选。搞不好下一次还会出现独立网红联盟。结论是，其实马来西亚呢现存的63个政党当中，我们可以预见有很多劣质的会慢慢的消亡的，无论是投机的或毫无中心思想的，都会跟不上时代的需求而被淘汰。像历史当中就有很多类似的小政党，有一些成功，有一些失败。那失败的我们就不需要多谈了，因为数量太多了。那至于最典型成功的例子，就是民政党了。1969年的时候才创党不到1年的民政，就成功的获得槟城的2/3的州议席，单独执政槟城就算了，还独排众议，提出跟国家不一样的经济策略，成功带领槟城甚至启发联邦进入工业转型。会提出这个例子呢，是希望大家去理解说，不要轻忽小政党的理想跟能力，尤其是打破国家主流论述的盲点。如果国民的思维进步得够快的话呢，那么劣质的政治人物或政党也会更快的被淘汰。那如果一切都符合理想，被留下来的政党，尤其是小政党，应该可以形成一股推动国家进步的力量。最近我们不是常常听到联合政府这个词吗？有一个论述是，国政和西蒙当选之后呢，席位都不会过半，所以他们必须跟贪污者或者是种族分子合作，才可以筹组联合政府。搞到大家都以为呢，联合政府是绝对的坏事。其实，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联合政府是很正常的。正因为没有政党拥有绝对的优势，所以反而给了很多有理想的小政党或无党派腾出执政空间。想象一下，涉党的这个国会议员可以跟国政或西盟去谈条件，把居住正义或劳工权益纳入政策之中，这不就是联合政府的正面意义吗？所以呢，联合政府的真正意义应该是让有理想、有素质的第三势力成为决定国家未来的造王者。好啦，今天这一支影片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呢认识到了马来西亚目前所拥有的第三势力和他们对我们马来西亚现在政局所可能会产出的这一个影响。那马上就要投票了，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踊跃的出来投票，去选择你心目中可能可以带给马来西亚进步的这个候选人或者是政党。那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做得不错的话呢，请帮我们踊跃的分享出去，尤其是分享给手头族们，让他们更快速的进入状况。那我们在下一支荧光笔影片再见。